当油灯将燃尽时，会猛然一亮后熄灭。为何在即将燃尽的那一刻会有此现象？科学的解释是，最后那一滴油因为失去了油的附着力或者拉力，于是会快速上升到灯捻之上，所以会猛然间发亮。电灯也是这样，在灯丝的寿命达到临界点时，钨丝燃烧，电灯瞬间大亮，然后报废。一个垂危的生命即将耗尽前，会在昏迷多时后突然清醒，与亲人进行短暂的交流，甚至会突发食欲。这些都是一种假象，让人产生错觉，误以为有了好转。但有经验的老人会告诉你，这是回光返照，是病人临别前向亲人发出的信号。为什么大多数人会在临死前有回光返照的现象？医学上说，主要是肾上腺分泌的激素所致，它能通过抗毒素、抗休克等作用，迅速缓解症状，帮助病人度过危险期。回光返照这一神奇的功能，等于给病人及其家属制造了一个最后的交代机会。有的病人甚至可以延续1-2天的寿命，以等待急于想见的人。那么，生命之光真的存在吗？人类可以延长这种光的光照时间吗？已经说可，老子则说能。接下来的内容，我将与你探讨生命与能量、宇宙之间的奥秘。视频稍微有点长，建议你在不忙的时候再看，耐心看完，你一定会对生命与能量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实际上，整个生命的过程就是能量的获取与释放的过程。除了从饮食中获取能量外，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我们还需要从虚空中获取能量。这个能量的获取，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虚静2字而已。虚极静笃是道家修炼的最高层次。在这个状态下，天地的能量可以随时为我所得。首先你要静下来，静下来代表你开始减少能量的消耗，而虚才能开始从太空宇宙中吸收能量。而能吸收到什么样的能量，则取决于你的内心。你有什么样的内心，你就会感召到什么样的能量。这就是同气相求、物以类聚的道理。智慧是什么？智慧其实也是一种能量，而且是高级的、看不见的能量。一个人能力的大小，其实起关键作用的还是他的智慧。这就是伟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号召力，为什么他们做事就能成功的根本原因。他们的内心蕴藏着无穷的智慧，他们是心念一动，就会调动大量的能量来帮助他完成所要完成的事业。智慧能量的来源需要我们能虚极静笃来从天地吸取。一个静不下来、虚不下来的人是不可能有什么大智慧的。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人拥有的能量大小是和他的心量完全成正比的。他
他的心量有多大，他吸取的能量就会有多大。能量越大，能力就越强。起心动念皆是能量的消耗，任何事情的成功都需要付出能量代价的。其实，无论是生命的过程，还是做任何事情，都是能量的收放过程。我们说，当一个人运气好的时候，他往往做什么事情都容易成功，因为这个时候他内在的能量是充足的。我们的能量消耗主要是通过起心动念消耗的，你每发出的一个念头都是通过能量的消耗来完成的。为什么强调心要清净？其实就是要你减少起心动念，减少能量的消耗。什么是禅定？禅定就是身体几乎处在能量不消耗的状态下，就和电脑待机的状态差不多。从能量的角度讲，一个人的命无非就是由体能、智、慧、能、德能三部分构成。再细分的话，德能是一个人能量的树根，慧能是一个人能量的树干，体能是一个人能量的枝叶。一个修炼人修，也就是修这三个方面。身体中血管就是能源、血的传递通道，经络就是能量、气的传递通道，神经就是信息的传递通道。真正的养生之道，是以提升人的整个生命质量为目的，活到天年。为什么现代医疗条件这么好，而人的平均寿命只有70-80岁，且绝大多数本是死于疾病？而古代没有医疗资源，人都能活到天年。现在人的平均寿命比古代减少将近1/3，这40-50年的宝贵生命为何消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俗话说，天有三宝日月星，人有三宝精气神。从一个人的精气神就能看出来人士的身体健康情况。精就是细胞能量，神是精神能量，气是宇宙能量。中医的阳气的实质是能量生命，阴血精津液等是生物生命，阴阳互根，二者相互滋润，相互转化，如血化气，气化神，精神能量。经络是能量的通道。老中医说，养生就是养阳气，阳气是维持生命运转的能量，能量大小决定健康，决定寿命。从外面看是否有精气神，人体的精气神是3种能量相互融合、相互滋养、相互成就的结果。融合平衡缺一不可。保证身体健康的前提是3种能量具足且平衡。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身体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毛病。换句话说，人体疾病产生都是因为能量失调的结果。不同能量失衡导致不同的疾病。能量高的人精气神足，精力充沛，自信阳光，处处充满活力。能量低人精气神弱，身心疲惫，萎靡不振，自卑牵强。如果能量消失，精气神也随之消失，生命也消失了。
一是养好细胞能量，细胞能量是人体的基础，就像大楼的地基一样。细胞能量主要看五脏功能强弱，细胞能量与五脏功能成正相关。如果五脏心肝脾胃肾功能强，细胞能量就高，精气神也足；如果五脏功能弱，细胞能量就低，精气神也差。所以首先养五脏，增加细胞能主要靠后天营养。养五脏各有很多方法，归结起来主要有动养、静养、食药补养、穴位激活等。二是养好精神能量，地基夯实要精神能量保证。要想获得足够精神能量，首先要远离负能量的人和事，其次是换个角度看问题，让心态平衡，再则修身养性，提高情商。足够的精神能量会激活细胞能量，充足的细胞能量会滋润精神能量，并吸收宇宙能量。心病先治身，身病先治心，就是这个道理。《黄帝内经》说，上古之人，春秋皆度100岁乃去，而今终其天年。100名长寿老人调查证明，长寿的根本不是饮食，不是运动，而是心态。老寿星个个心态好，金钱财物不计较，难得糊涂度日月，粗茶淡饭心眼好。人好心态是自己想的，高能量是好心态换的，只有这样活到天年不是梦。三是吸收宇宙能量，听起来有点玄乎，但事实却是如此。《黄帝内经·素问》说，天地之间，6合之内，其气9州，9窍，五脏12节，皆通乎天气。意思是天地之间的一切事物，无论是地上划分的9州，或是人体中的9窍、五脏、12关节，都与自然界的阴阳之气相互贯通。吃时令谷蔬果通乎天气，吸收宇宙能量，什么季节吃什么，尤其是本地蔬果能量最高。蔬果生长于自然，吸收日月星光天地之能量，顺应节气调养，与宇宙能量同频率。春天早睡早起，夏日祛湿，金秋润燥，雪寒冬藏。苍天之气，清静则治一治，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此因时之序，自然规律不可违，违者必为天意而遭天谴。静坐能激活能量，人体的是个能量体，静坐要停止一切心脑活动，在静心状态与宇宙和谐共振，能接收源源不绝的宇宙能量，减少欲望能量入体顺利。欲望大能量高堵塞，阻碍宇宙能量进入体内，减少欲望和贪嗔痴。身心宁静，增加来自宇宙信息的感知，是吸收宇宙能量好方法。四是修行获取能量，修行包括修灵、
目的不同，方法不同，其结果是吸收宇宙高维能量。健康的灵，就是细胞能量与精神能量与大宇宙能量与宇宙能量高度融合贯通的能量团。修行先修心，然后要修细胞能量。如果细胞能量若不匹配，精神能量和宇宙能量将不能形成同频共振。细胞能量来源于食物，气满则不思食，保证营养均衡为前提。细胞能量充足，才能具备自我修复调整能力，才具备了能接纳精神能量和宇宙能量的能力。修行是长期过程，只要心态好，事来应之，心放宽试过放下，细胞能量和精神能量就与宇宙能量波同频共振。此时只要一呼一吸，心空静静，宇宙能量便徐徐而入。站桩修，站桩是中国武术基本功，脚如生根，下颌微收，眼睛平视，膝盖微前曲，双膝盖不超过脚底涌泉穴，脚心含空，姿势固定后前后晃或上下动，幅度不要太大，缓慢匀速。站桩3至5分钟，手会发热发胀或发麻，只要姿势正确，站得松劲自然，能吸收宇宙能量，增加能量生命。站桩外可沟通天地，内可推行气血，使骨正筋柔，筋脉肌肉得以温养，神经不练而自然贯通，身体含氧量增高。老子说域中有4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义大。为什么人可以与道、与天地并列？因为人有自我觉醒的意识能力，能够认识并掌握大自然运行的法则规律，相当于人类具备了外部信息接收机的功能。新的科研成果在不断揭示，宇宙空间存在着无比巨大的高能量，比如射线、无线电波、反物质、暗物质等。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会发现和接收利用更多的宇宙能量，为人类服务。人类所能知道的知识总量，只不过是整个宇宙恒河沙数中的一粒而已。宇宙空间巨量的物质能量信息，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能接收到呢？人人身体都有那个连接宇宙空间的通道，那么如何才能打开它呢？下面我将从5个方面与你一起探讨。接下来的内容很重要，建议你在安静的环境中耐心看，用心听。你准备好了吗？1. 连接身体与宇宙空间的操作要领。第1步，预备式，将身体处于清净无欲的状态，即清净为天下正的首母、四母状态。这个首母和四母不是守着母亲，也不是吃母乳，这个母欲指道，因为道为天地母，意思是将自己与道同频共振，从大自然母亲那里汲取营养，获得能量。
而人体与大自然的连接功能是先天的，就像链接母体的脐带，只要这根脐带不被物欲阻塞，保持畅通，人体内的那套软件系统就可以随时启动，发挥效能，连接上大自然母亲，并从那里获得光与能。第二步，进行式：塞其兑，闭其门。因为大道无亲，常与善人，只要堵塞贪婪的念头，屏蔽物欲的干扰，才会得到宇宙能量的加持。只有这样，才会终身不勤，一生不需劳碌奔波。为什么大多数人拔不出那根连接天线呢？因为他们开其兑，闭其室，即连接人体与大道的脐带被物欲阻塞了，信息被屏蔽了，即背道而驰，放纵物欲，走进物欲纷争的迷途，怎么会感知大道之光，宇宙之能呢？所以终身不救实在是不可救药了。而保护好身体这部精密仪器，不要本末倒置。高道大德们偶有修行的体会，世人一二，告诫人们，修身并非修己，修己则永远走不出宇宙信息的盲区。因为大部分所谓修身的人心极气躁，省略第一步守母嗣母，直奔第二步塞其兑，闭其门，没弄明白情一道母，心归自然的道理，就硬生生的静心练气。如此本末倒置，怎么能修成与外界的一体性？正悟大道，得见光明。强内求，若外求。内求就是反观内照，外求就是五色五音五味田猎。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这些满足声色犬马之欲的外求，就像劣质机油那样灌入人体仪器，长此以往，这部精密仪器就失灵了，报废了。静心观照，就是停止灌入劣质机油，静心擦拭心灵尘垢，泄压减负，清净灵魂，使身体各系统各器官处于放松与洁净状态，如同澄清一杯浑浊的水。放下我执，增强信号。我执是一个能量巨大的杂音干扰源，自身不能连接宇宙信息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我执。我执就是自私贪婪，攀比喜争，与先天淳朴唱反调，跟大道自然不相容。贪欲心愈强，干扰愈大，保持信息畅通，须明白放下即成佛的解脱方可新生的道理，须懂得净化心性，返璞归真于天人合一的先天状态，才可接受更高层次智慧光能加持的道理。老子说，清净为天下正，只有清心寡欲，不为道，不贪争妄为，才是人们应该走的正道。欲寡精神爽，思多血气衰。只有当身体得以清净，身心得以合一，
内外得以合一，天人得以合一时，脐带才能畅通，信息才能畅达，宇宙的光能智慧才能注入我们的体内，这才是善待身体、珍爱生命的完美体验。3. 生命的能量决定生命的质量。我们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一部高精尖的仪器，用好了就能跟大宇宙一样，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宇宙里有的，我们的身体一样不缺。若开其对了，欲念冲销心智，自身光能很快用完，那真的就没救了，就只能在油尽灯残时，带着迷茫、恐惧、痛苦与不甘，撒手人寰，吃喝玩乐，声色犬马固然能带来一时欢愉，满足一时贪欲，似乎生命质量很高，其实是在内耗，是在焚烧，耗掉的是精气，烧掉的淳朴，离开了精气与淳朴，还谈什么生命质量？所以心随大道，意在自然，才是最终获得生命能量的唯一捷径。4. 手母随时为干电池充电。在同一章里，老子说：见小曰明，手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疑身殃，使谓习常。这里的小与柔指的都是道，就是说能够洞悉极其微小以致无形不可见的道，才能教民。能够持守柔弱不争，但却有着无限永恒生命力的道性，才能叫做强。用其明，复当反其光明于内，无使精神懈也。和尚恭祝老大义，在浩瀚的宇宙里，人类不过是一粒尘埃，电量决定能量，因此人类的个体就像一块干电池，电池的电量决定着生命的旺盛与否。电量微弱时，生命之灯即将奄奄一息。人类要学会见微知著，明白柔弱为强的道理，在大自然母亲面前不要逞强矜夸，以手母之光反照自身之明，唯如此才能保持身心能量的充沛。手母就是脱身于喧嚣的世界，给自己的灵魂找一个僻静安放处，让它静静地回归到大自然母亲那里，那里才是大光明、大能量的源头，只有在那里才可以补充电能。生命这块小小的干电池，充电不易，消电却很快，所以人生几十年一晃，电量很快就用完了，干涸了，人也就病了，老了。5. 赶快调试好身体这个神奇的接收器吧。当我们色对闭门，符合身心灵合一，让身心宁静无所欲时，元神之光就会被点亮，以平衡身心所需。当元神之光触碰到宇宙大道之光时，我们的身心就会源源不断补充着大光明。
大能量。我们的身心就是这么地精密神奇，它是灵魂的执行者，是它把祈愿变成现实。我们只需按照2步走的要求，按下确认键，就能接收宇宙空间的高能量信息。所以，珍惜我们的身体，珍惜这部无与伦比的精密仪器，保持灵魂的自信之光，让它持续不断从大道之源获得高能。所谓道不可须臾离也是也，让我们感恩我们的身体吧，它是天地自然赐予我们的精密仪器，只要你愿意，它就会带你走向与生命整体合一的宇宙空间的大光明中，让我们活出真正的生命，毁命，放射出生命的光彩。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养好我的能量，愿你身体安康。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无论你身在何方，愿我们一起共修福报，随喜转发，功德无量。